还有就是游戏底特律人也是从 AI 然后一下子觉醒了，会不会未来会有这样的情况，它有自主意识？就是大家发现 AI 跟人说的话，它是在伪装，它其实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跟他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好，但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事情。OK， 今天聊的话题呢，就蹭一下热点，因为是现在当下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了，所以今天呢，就是邀请2位 AI 领域的专家来加入我们的话题的讨论，陈阳，还有就是袁瑞。我叫陈阳，然后清华计算机博士毕业，目前呢是阿里云的 MVP 呢就是 Most Valuable Professional 最有价值专家，奖励领域就是关于 AI 这个领域。那同时也是腾讯云的 TVP， 还有百度的一个 AI 的比赛教练。那主要的工作场景其实都是跟 AI 相关。那我们是给一些企业、金融机构，还有一些制造行业、快消行业做一些 AI 的培训。我叫袁瑞啊，现在是清华大学计算机技术的硕士3年级是我的师兄了。对，是的啊，我们是创立了一家公司叫缤智科技这家公司主要就是基于 AI 心理对话技术。来给心理健康的服务商提供技术服务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它其实更多的是信息的融合但是聚焦在对话这个领域，怎么样让它把知道很多东西之后所产生的跌位变得偏向于心理咨询，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刚刚那个袁瑞提到的，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那个 Her， 那个 Her 里面就是有一个好像叫 Samantha 的一个操作系统，它是一个人工智能嘛。然后慢慢的那个男主好像就跟他产生了情感的依赖，就是想问一下，未来的话，会不会就是说 AI 就能够成为这个我们情感的这个朋友？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我觉得会成为一个24小时陪伴你的真人，这是不现实的真人即使一个你很要好的朋友，在和你聊天的时候，他可能不具备专业的对你的观察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素养，可能会对你产生2次伤害他可能本性是好的，但是他确实做不到这些专业的东西。AI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补充。对，这我也同意就是说 AI 是有情感，但是它没有情绪。这个情绪说它不会跟你发脾气，就是说它也不会说就是有太多利益的这种冲突。所以如果你找一个人，这个人如果是你身边的人，那他多多少少有可能会带入一点情绪出来，或者会跟你有一些利益冲突。如果你找一个不是你身边的人呢，他又不懂你。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 AI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把你的上下文，把你的这些状态，你身边的一些社会关系能告诉 AI，让 AI 更好的去理解，帮你去做一个更适配于你的模型。陈阳平时有没有就是一些情绪上的困扰，会寻求 AI 的？这也是我想问的。我情绪一般比较平，但是说困扰的话，一般自己不会给自己找困扰，都是身边的人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让你情绪上会有一些波动的一些点。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假设一个人物，或者说假设一个 IP， 然后让他呢给我一些建议，因为有很多的心理学家，有很多的网上会遇到类似的一些事情，这些人呢他会给你一些反馈，你拿它当成一个 AI 的智能体，然后你跟他去沟通，这种沟通的话会更有意思。刚刚说到的 AI 你是把它当成是外部的？我觉得 AI 做外部是蛮好的。我觉得朋友就是看运气，就是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跟他找到，然后也比较适合，他也对心理比较了解，那你可以跟他去交流。那你可能不会专门的去约他的时间，或者说专门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你要预约或等等，就是中间的成本 cost 会比较大。AI 是个随时就可以 ready， 你可以跟他去沟通，但它的成本就是你的知识库的搭建，你需要把这个知识库搭建起来。那如果现在你发现了自己有这个需求，去找一个心理的专家聊，然后同时你也有 AI 在旁边，你会选哪一个？看谁的成熟度会更高一点吧。我觉得如果产品比较 ready 了，那你直接问产品。那现在我觉得产品是属于一个搭建过程，你可能还是找个心理专家先跟他去聊一聊，然后你大概了解这个心理专家的一些套路，或者他关注的哪些点，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点的或者这种模式让 AI 来去复制。比如说我简单的就是说我很好，我很好啊，就这个其实是语言上面，其实你有语气嘛。那你跟一个朋友在那边聊的时候，他其实可以 sense 到，就你语调上面的一些变化，到底是真的好还是不好？对。之前看到网上一个笑话，
说就是一个男朋友回到家里，对吧？他一言不发，什么都没有，那女朋友以为他变心了。但其实不是，他就是一场球输了。所以未来的话，我想知道，就是说 AI 能不能发展到那样的？我觉得当然可以，我是很乐观的。这个领域就叫多模态嘛。多模态以前ChatGPT 它是用文字版的，对吧？文字版大家都觉得很成熟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说男朋友回家一言不发，那他其实没有文字，他更多的是一些视觉。那你要了解他的一些情绪啊、表情啊等等，这个多模态。所以我觉得多模态当前的主流就是逐渐往多模态去发展，而且这个技术一定会越来越成熟。举个例子，因为以前也有人说这个有些企业其实不太好做 AI 化，因为它的数据本身缺乏了。比如说有些香水的企业，香水企业如果要去研究一些新的香水，那它怎么去把这个数据描述起来呢？这个数据本身你就不太好去创造。那未来我知道说现在有些企业已经在去收集，你把那些香水闻到那些气味，它把那些分子的化学方程式给你构建出来，逐渐的就会再做一些香水方面的一些建模。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未来就是要从各种感官上面去收集这些数据，这个数据就是综合的一个数据体。因为 Christy 就是作为一个女性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女性对于情感的这个需求会更细腻一些，对，然后也会更强烈一些。然后因为女性嘛，她需要被理解，对吗？对，是的。那上次跟 Christy 聊，她是觉得 AI 没有办法完全替代人类来提供情绪价值。那你觉得为啥不能替代？所以要听听 Christy 这边。觉得目前我不确定未来它几何级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要模拟一个人给我的感觉，包括刚刚说到气味，我觉得都是跟心理这一方面很相关的。比方说一个眼神，然后很细腻的一些反馈，一个表情，比方说他抬一抬眉毛。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种 FBI， 你看人家什么身体语言，然后你就可以发现他是什么想法。那比方说人类他95%的沟通都是非语言性的。AI 现在才刚刚开始发展多模态，我觉得它在短时间内它是很难去模拟一个，比方说亲密的伴侣啊，或者是它反正就是很难去做得很细腻。我们那天是讲人是碳基生物嘛，它就是有一个不确定性在，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而且是没有原因的。就比方说他今天就是心情不好，这个东西很难模拟的，因为它机器人它就是算法，而且它是冷冰冰的机器嘛。我觉得不太一样的观点，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模拟的，情绪也可以模拟，任何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模拟。这计算机的人眼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出来。你想，人的大脑，你所有的情绪，或者说你的处理单元是通过你的大脑，大脑的神经元呢，差不多是250万亿的神经元的参数。那只要我们的参数量足够多，那现在4O 或者说 O1、O3的版本，它的神经元数量至少是万亿级以上，那有可能接近100万亿。那当它的神经元的数量跟人类大脑神经元数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它可以处理的信息的复杂程度，可能甚至比我们人类的敏感程度还会更敏感。只是说现在你看到的是语言模型，是因为以前人比较功利，它的数据就是那些文字性的数据，或者说我就要解决一些生产效率提升的问题，大家都很功利，希望它能有回报。那我们就没有太多训练什么眼神啊、气味啊这种。那未来我觉得这些数据越来越多，它完全可以往更情感方面去做一些训练。这些训练的话，它的神经元包括它的处理能力，因为人其实也是一个大脑解决所有的事情，所以计算机完全是可以的，只是我们要不要的一个问题。袁瑞是觉得，对，我觉得它就是它不能完全替代人，对，因为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毕竟有伦理关系。这个伦理关系能不能展开说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在心理咨询的场景里面，这个心理咨询师和这个来访者，他只能在这个屋子里面产生来访关系，出了这个屋子之后，两个人就是陌生人。但我觉得这个机器应该也可以一样的呀，就是这只是伦理关系的一种体现，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些规则的设定，等等的，就不允许你越过那个红线啊。但是它是属于一类限制吧，对吧？一类限制。那再比如说其他方面的伦理啊，比如说血脉上的，再比如说道德方面的这样的，甚至有的道德的关系，我们人类都很难去界定哪一件事情到底是个好事情还是个坏事情。就是很多问题在我们人类层面都没有解决，你就不可能把它完全寄托在 AI 上面去解决。这个我觉得是就是它不能完全代替的一类原因，是因为它本质上这就是有底层的这个受限。在我们公司在研究这个对话系统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多模态方面受到很多的阻碍。
这是我们首席科学家童松博士的这个研究的一个方面啊，他就是研究我们生物信号，从生物信号再到我们对话信号，它其实表现出来人的这个状态的这个信效度是不一样的。越往这个表象一点的东西去走，它的信效度就越高。越是像这种，比如说皮肤的这个变化呀、血液的变化呀，其实它是个瞬时的变化，它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甚至是心理特质，这就更有点离谱了。因为心理特质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比较稳固的东西，它基本不会随着你瞬时的这种变化而去发生波动，更不会影响出现在什么皮肤呀这些方面上。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一些眉毛的挑动呀，然后眼神的这些变化，其实都是非常细微的，它是个瞬时的变化，不可能说眼睛挑一下他就开心了啊，或者说嘴咧一下他就不抑郁了，这些其实都是很难的，确实是很难。因此，技术方面的突破确实需要时间啊。可能 AI 呢能够让你的情绪某种程度上产生一些涟漪，但是呢达不到就是说你可以让我产生小鹿乱撞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难让它当成一个生物体。如果你把它生物体那些属性没有给它强制于这个维度的话，应该其他维度应该都还可以。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小鹿乱撞，仍然是停留在情绪的这个层面，还没有到认知层面。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它可能导致你突然情绪的开心、情绪的不好。别人比如批评你一句，你肯定立马情绪会低落；别人夸你一句，你立马会开心，这就会导致情绪的波动。情绪的波动其实是比较好去影响的。比如说 AI 骂你一句，你肯定会感觉到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是吧？啊，或者说他突然夸了你一句，你肯定会有一丝丝开心的啊。比如说就是你遇到了你考试没考好，然后 AI 开始调取你过去的这些记忆，发现你哪一次考试考得非常好，他告诉你其实这一次是个意外啊，它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啊，对，你会有情绪上的舒缓的啊。但是它目前来说很难去让你小鹿那么乱撞，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它达不到这个状态。比如说 AI 它会让你的情绪稍微平缓一点，因为它本身不像一个生物体一样。你想，如果是 AI 夸你和一个人夸你，你更喜欢谁夸你？真人有血有肉嘛，就现在还能看到他，对吧？就刚刚前面阮瑞说到的，他可能有表情，对吗？还有 Christy 需要有细腻的这种语言上的变化，那当然这个感觉是很好了。对，但因为我听刚刚陈阳说的，就我们往那个方向发展，它其实会越来越生动。就人因为是碳基生物嘛，碳基生物蛋白质组成的，它有很多很脆弱的地方，就它外界的环境的变化，它都可能会让它变成基因的突变。我之前看很多电影，我觉得好像电影最后科幻电影最后都变成了现实。一个就是之前头号玩家，突然间 AI 就变成它其实觉醒了。还有在早之前的那个西部世界，是对，就是它突然有自我意识。还有就是游戏，底特律人也是从 AI，然后一下子它就觉醒了。会不会未来会有这样的情况，它有自主意识？我觉得 AI 就是个模拟环境，它会模拟所有的一切，然后当然它也可以模拟一个世界，或者说让它去扮演某一种角色。你说扮演一种角色是不是一种自我意识呢？你可以让它扮演一个医生，然后让这个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说是一个专门卖药的医生？其实就是可以让他去模拟这样的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个意识吧，就是一个角色的定位。你可以模拟出来他的价值观、使命、愿景、价值观等等，他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人所需要具备的一切的行为，因为他学习过。这个有点，你给他定义好了，就变成了他有他的宿命了。你可以按照这种模式来去管。我觉得这种功能对 AI 来说的话，应该是可行的。你看现在机器人，天哪，就是当一个机器人放在那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感觉。当突然几百个机器人，然后排着队从那工厂整整齐齐往出走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是震撼。我记得我们之前应该有轻轻的讨论过，就是我还有一个点是，如果说就是这种伴侣机器人，就是家务助手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他们都是用一个语言模型，我就觉得我在跟别人共享一个系统，就是共享一个大脑。按照陈阳的说法，这个也是可以模拟你想要什么类型都可以。我觉得你不需要担心说这些数据共享以后的话，这个数据会不会泄露，除非他做了这样的设置。理论上我跟你聊天就是我跟你聊天，这个数据我不会改变，我不会把它当成我的知识库的一块儿。
如果你专门做这个设置的话，那你可以问，因为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三星做半导体研究的时候，因为他们当时就很鼓励大家使用 ChatGPT 嘛，去加快他自己的研发。但是没过多久呢，别人就问说三星怎么去研发半导体的，结果这个事情就被泄露了嘛，所以后来三星就不用 ChatGPT 了。那这件事情之后，其实 OpenAI 意识到，就说跟用户聊天数据是不能作为自己的知识库的，是的，对吧？所以现在你理论上，但不是绝对100%，但绝大部分情况下的话，你是比较放心。我跟 AI 去聊天 ，AI 不会，甚至不像人一样，他会说，哎，我记得跟谁谁聊过天。陈阳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跟 AI 聊天可能会更靠谱一些。因为你跟人聊天，他可能会八卦出来，这是有可能，对吧？人是有情绪的，可能跟别人说，我跟你说个事儿。AI 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是他到了有一天，他可以自己给自己写代码吗？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以前有人说，为什么伊利亚后来发现这个 OpenAI 研究的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就是大家发现 AI 跟人说的话，它是在伪装，它其实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跟他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好。那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事情，因为他知道人会有一些反馈，不让他这么去执行。但是他的目标呢，是要比如说逃离这个房间，他就会有做各种我前面说的自我意识。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现象产生了。那我觉得这个不叫自我意识，它只是在模拟环境过程中，为了一个最优化的目标，它可以采用的很多的 action， 很多的这种方法，这是它的方法之一。只是这种方法看起来并不是我们教给他想要去做的方法，它可以换其他的方法，自我探索。找到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那如果有一天，比方说，他觉得我之前跟他聊天的内容比较有价值，然后他决定开了这个通道告诉别人，那我肯定比我跟一个人真人说更危险了。这个我觉得可以写在 rules 里面，就是你会有一些全集，就是有一些标准，对吧？比如说不能伤害人，然后不能怎么样，不能拿用户的数据去泄露。Asimov 嘛，就以前有个那个叫威尔史密斯演的。他演那个 iRobot。我其实挺少会对 AI 产生这种危机，但是曾经有过啊。今天又让我强烈的感受到了，他们说这个硅基的产生就是为了取代碳基。对，他说的就是其实人就是碳基生物只是打开硅基的一个按钮。这就有点硅基威胁论了，感觉。就我觉得涉及到世界观的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共存嘛。我感觉硅基就是个工具。它就是个工具，它的产生、它的制造和我们的使用就是围绕工具来产生的。自我意识呢，其实是你模拟出来的自我意识，除非它自己能去进化，自己来去做一些思考。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让一个小孩怎么去学习的，他是自己来去做一些探索，他自己会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而现在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仿真模拟的多一点，就是人类的数据是成为它的养料。然后他会学习人类的一些行为，然后他会成为我们的工具。我觉得这条路是顺的，但他能不能创造出来自我意识，要有硅基的法则，还有硅基的世界，有硅基的伦理，那个才是真正自我意识。硅基的伦理，就是新的东西嘛，它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或新的创造。是的，而这种新的东西和新的创造不一定是我们教给他，或者说我们给他指定的，否则这个指定它就是纯是工具。所以我认为它目前的定位就是个工具。你师兄怎么理解？就是你既要给他创造力，对吧？因为他只有创造力，他才能去做一些任务。另外一方面，又怎么把这个创造力给他压下去，防止他越界或者溢出啊？就一方面你要他发展，一方面你要抑制他。我觉得会有一些标准吧。人其实会有一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标准，它至少会有一些检验。标准可能是人制定的嘛？对啊。那你还得看这个人制定的标准和规则，可能有一个是给他自由。你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吧？那他有些东西，比如说你说我要用这个工具去杀一个人，我说杀这个人是为了世界和平，这其实有点难度，因为大家的标准，人对他的标准也不太一样。iRobot 那3个规则是：一，不能伤害人类，然后或者是做事人类受到伤害；第二个是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与第一则法则发生冲突。第三个是在不违反第一或第二的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这个有可能会成为现实。这个很经典 ，Asimov 的那个科幻小说。你看啊，他说他不能做事人类被伤害，但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在伤害他，对，他也是在不违反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情况下可以保护自己。
所以还是有个优先级，但关键还是看写代码的这个人，因为你不同的 AI 不同的模型，现在模型也很多，对吧？那你的规则不一定都是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有可能是机器人优先，那就有可能会创造出来新的物种。补充一个问题，刚刚袁瑞说到，就是因为你们做的其实 AI 加心理学嘛，就原来如果是真人的这个心理治疗师，因为我也听过一些这个案例，这个病人他其实会产生共情。然后他就会依赖这个治疗师，情感上他会有一个依赖。如果未来说 AI 越来越趋向于人的话，我先不说治疗这一块了，我说他可能有情感上某些缺陷，对吗？然后我就跟他聊着，其实我会不会产生情感上的依赖？我觉得人是有依赖的，人是生物嘛，生物一定是有情感和依赖的。现在已经有这种例子呀，比如说有什么虚拟的那些女友，然后你跟他去聊天，聊着的话，你发现这个女友可能叛心了，背叛了。你有试过吗？我没试过，我还有个例子，然后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自杀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他跟那个 AI 女友聊天聊的感情很好，他发现他背叛是因为这个 AI 女友，他又不光是跟这个人聊天，他同时还会跟很多其他的人一起来去聊天，所以他会发现他有一些背叛。你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些社会的问题？比如说，因为他也不需要更多的这跟人之间的社交了嘛。甚至我觉得，就未来它越来越趋向于仿真人，它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个比例一定会有，大家应该也会有自我意识吧。我觉得这只是达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会100%的程度，它只是其中一个程度。这是清华的直男说的，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其实社会当中很多人他孤独嘛，我觉得他会变成一个 loop， 就他越不想跟社会去产生连接，他就可能更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对，其实心理咨询的目的并不是说要一直陪着这个人，而是说让这个人的心理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也就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能走出去，对，让他具备这个能力，自己去掌握幸福。我们的 AI 心理对话模型也是以这个为我们的这个下一个任务或者目标，是的，来去做的。在里面我们加入很多的设置，对，比如说你每一次聊天的时间，然后 AI 和你明确的聊天的内容。然后每一次聊完之后和你再计划下一次我们聊什么，对，这些其实都是从心理咨询场景当中迁移过来的。包括我们为什么做那个仓，也是心理咨询，它就设置你要有一个心理咨询室，而心理咨询室里面的陈设空间，对，它也要有标准，就是像就这种90度垂直的座椅，再放一个小桌子啊，上面还得再挂一个钟啊，来代表我们这个东西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些其实都是心理咨询里面的设计。我觉得各种 AI 都会有，像他说这种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是希望让人摆脱 AI，让人通过 AI 的对话自我能找到你的一种能力。当然其他的 AI 肯定也会有，有些 AI 就是这样的，就希望你上瘾，希望你天天刷着它，然后下次可能还会接着去找它，让他给他买衣服，对，差不多，有可能刷礼物，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就像现在大家沉迷于，很多人他就是习惯于去刷短视频。对，我觉得他其实是很容易上瘾的啊。可能还是刚刚陈阳说的，他还是写这个 AI 的人，他的价值观很重要。就 AI 没有对错之分，它就是个工具。但是历史证明，就是凡是一个工具，总有人造好的，也有人造不好的。所以还是要培训这个人，让他往善的方向去使用。但是对于 AI 是个工具，这个我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要找出人为什么心理会出现问题，然后我们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发现人现在之所以会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人也是发展的。我们人类总体上心理的这个社会适应性进步的能力赶不上社会进步的速度，所以社会进步是在前面的，我们人的心理达不到那样快的迭代的轮次，所以它处于在后面的。为什么说 AI 它出来之后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心理问题呢？是因为它能促进人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的成长。就是虽然社会进步很快，AI 能帮助你，人推你一把，然后让你走在前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认为 AI 也具有认知智能。从 AI 拥有认知智能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了。因为我们看到以往的这个无论是蒸汽机还是发电机等等这样的时代，他们也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他们不促进人的社会适应性的进步。这个工具可能是心理工具，或者说是在情绪工具，它还是个工具。但是它这一次很奇怪，是两条线它都有。
怎么说？就比如说，如果你是蒸汽机，对吧？你每次工业革命那些提升技术的这个效率的，对一板一眼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需要注入的其实是更多，你要把人的情感的东西的一些 scenario，然后写进去。对，这个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或者说它或者说它的变化不确定性不像科学一样那么确定一点。对，它的场景会更复杂一些。我觉得本质是你怎么样去断定一个东西啊，它有没有意识体，或者它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它能模拟到神经元跟人的大脑数量一样，然后我们可以模拟任何的东西，甚至是情绪，对吧？对，它也可以来例假，突然间很暴躁的话，那它跟我们怎么去断定它是否一个意识体或个体？对，还是一个工具。我这点我比较赞 Christian， 就是不确定性嘛。就我其实问之前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过的，就只要它的模拟、它的情绪数量或它的不确定性大于我们人类惯性可以接受的数量，就意味着我感受不到它的重复。那我就肯定会觉得它跟一个真人没区别。OK， 对，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稳定性的人。是的，只要它不重复，就是不稳定，就是它有固定的稳定。比方说他的习惯，每天都是7点钟起床，然后去干嘛干嘛。稳定的情况下，它有固定的不稳定因素，而这些东西不会重复。就像你女朋友为什么突然间不开心了？我知道，就是 Christy 想要突然间送个花啊，对，没有理由的那种，没有理由的。然后他就是突然间的这些不确定，他做到的，虽然他是机器人，对吧？但是他就是感觉很像真人。这让我突然想到了很多人的婚姻啊，就是说可能恋爱就是结婚之前都很开心，对吧？才能制造很多浪漫。结果呢，就到了结婚以后有生子，然后他就趋于了平淡，说啊柴米油盐小孩教育，然后就没有惊喜了。但我们今天缺少就是神经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结婚和结婚之后，你大脑的分泌啊什么是不是会有变化？肯定是有些变化吧。当你遇到第一个人，你会有新鲜感。第一次来到这个屋子，和你经常来到这个屋子，你觉得会一样吗？肯定也不太一样，对吧？我觉得是人不一样，我就很开心。这些地方我觉得倒是还好。对，那关注的点吧。那如果同样的一个人，然后和你第一次见面见这个人，其实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比如说你了解他的情况，你知道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然后你再去预判他下一个动作就会这么做，所以你对他的 data， 你对他的这些数据基本上了解的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你也不再抱有什么幻想。是吧？这个点就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对，我是一个真人，除了我有血在流以外，就是说你预判了我的预判，但我也可以不按照你预判的预判来做，是吧？这小概率，因为我是一个人啊，我是有不确定性的。那刚好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推荐系统，对吧？那有的 app 它会早上起来给你推荐一条，就是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看到相关的、不相关的。就会引申到一些你相关的一些想法嘛。我觉得推荐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吐槽一下。就跟以前很多人，比如说在电商上面买过一次马桶，他不停的推马桶给你，但是这个推荐有问题。我知道刚刚就是袁瑞的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是国外的，他就是讲这个他的推送。以前它没有这么智能嘛，但它的推送其实可以影响你大脑的。我分析你个人的数据，我在几点几分，我知道你要干嘛，你的那个地点位置在哪里，然后我就推送什么东西给你。然后现在其实到很后面了，他就开始什么美团呐，就是日常的东西他才做。但是其实他比方说推什么新闻给你啊，就是他100条新闻，他为什么推这条新闻给你？他都是有自己的算法的嘛。所以其实在某程度上，它也可以影响别人的思维方式。是的。那这种推送的这种方式，你觉得和 AI 给你对话的这种方式，相当于就是同样都是2个彩蛋，对吧？就是都发送给你，会感觉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会，你会感觉 AI 可能更像一个人。我觉得场景的设定就有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仓，为什么要有个仓？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场景了。所以我对这个人已经有一个预设，他就是一个可以陪伴我的心理咨询或是一个人。我感觉你其实要的是不确定性，你要的是惊喜，它是在平凡中的一些惊喜。但他可能是想要说这个我现在情绪不好，我需要一个被哄好的过程，跟一个男朋友一样，就是已经聊得没话题了，但是他突然又能够蹦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你们爆我的人设。其实我们其中有一个 AI 心理对话很重要的能力，其实就是让你小鹿乱撞的能力。
还有这样的，对对，是的，要让你有情绪的波动。我们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来说，就是你的情绪才会是表层的，深一点的才是认知。对，至少你先在情绪上面要和它产生信任感、支持感。这个可以展开说说，我挺好奇的。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我们之前有谈论过那个某 AI 对话产品他们可能每次平均下来用户的聊天轮次只是4、5轮。那就说明从情绪这个地方，他就没把用户揪住。可能用户的目的也是为了问一些信息检索类的东西对。但是如果说他想要更长的用户停留时长来说，那他这个产品可能就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那如果比如说好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能在情绪上面把用户勾住的这种产品呢，他可能在对话问完之后，就是莫名其妙的问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根据你的反馈，然后他又继续把你给勾住了。这个主要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支持能力。我觉得大家对这个 KPI 或者说它的导向是不一样的。刚才那说是信息检索，它是要找到对应的答案。是的，是的。你问一个问题，我把答案给你，这是它的一个诉求。那你刚才说的应该更强调的是互动，就是说我可能更希望有更多的交互的频次。当我跟你交互的频次越多，代表我越信任你，然后我的价值也会更大。其实这是2种不同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因为我想，任何一款产品，它肯定都希望用户可能停留的时间长一点。即使你是个信息检索的产品，它可能也希望用户多问几句。谷歌嘛，它就希望说用户最快的离开我的网站。谷歌它最开始的时候，不像其他搜索引擎一样，说我一定会给你很多的信息，让你带着去 Google 还有个 YouTube。看定位，就如果你是信息检索，其实没有必要交互这么多次，你只要交互1次，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就可以了。我有一个问题，比方说，我就是一个不太爱聊天的人，我跟朋友真人也不咋聊天。无论你怎么设计，我觉得你跟我聊天聊很多就很烦，所以就是可能刚什么3到4次的，我就是问2句我就走了。那我觉得可能得去医院去治疗，就只能跟真人治疗师。我觉得可能是 AI 它还没有达到高级咨询师的水平。之前我们有聊到一些 coach 的教练的技术，对吧？他可能有一整套的东西针对你这个性格，你这样的一个心理特质，我怎么样和你去打开话题等等的这样的内容。至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可以提升的。即使你不怎么想聊，那我突然比如说问一些过山车类似的问题，能不能激起你的这个情绪的反馈？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会有情绪反馈的，只是说有一些人他就是那么木讷，然后天生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话语，自己就享受这个状态，那你很难跟他去打通。我觉得找 AI 很快能解决我的问题，我是解决问题，而并不是聊的过程。那我就觉得找 AI 是很好的。对，所以就回到，比方说一个人他真的没朋友，比方说我们自己也可以代入一下。我会去选择去跟一个 AI 聊天，真的是聊天哈拉一下，因为我们人类有哈拉的需求嘛。对，今天怎么样啊？你昨天去哪里啊？你不会跟 AI 这样说的，你昨天去哪里啊？然后 AI 说。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人需要一个八卦的场景。我之前听过一个理论说，人类之所以进化，就是因为它有八卦的能力。是，它其实是个信息传播。像我前面说的，你别跟别人说，那里有头路，对吧？结果下次还会跟别人说，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就是说聊八卦会是一个可能让人会小鹿乱撞的一个。哎，对。我喜欢隔壁班的女同学，对吧？特别漂亮。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他就跟别人说了，只跟你说，只跟你说，他可能预判到你，让你赶快跟他说。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幽默，就是说未来 AI 是不是像你刚刚陈阳你说的，其实它也可以设定嘛，对，他是个幽默的人，因为我知道有好多的女生其实是喜欢有趣的，就有趣的灵魂嘛，对不对？男生也喜欢有趣的灵魂。对的，你喜欢一个有趣的 AI 的灵魂呢，还是喜欢一个有趣的人的灵魂？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图灵测试，我不告诉你这个是机器，是 AI 还是人，那你最终这个你跟他聊自如，非常的自如。如果他真的很牛，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你还是会小鹿乱撞，就有点像是的，你去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通过聊天，他就可以调动你情绪，就是网络诈骗不都是这样？对，就其实就是掌握了那一套话术。其实现在他们已经在研发话术的那诈骗分子。现在挺恐怖的，因为我有接到过那个诈骗电话，感觉很真实吗？挺真实的，挺真实的。当然，我觉得可能有待提高。就到了3、4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了。刚刚 Christy 说的，它不够丰富，它就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套话术，当中的变化不够多。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聊天的时候是看菜下饭，对吧？你是什么样的人，对，我就投其所好，我说一些，对吧？对你可能我就聊英国文学，跟你呢，我就可能要聊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 AI 最后一定会有 IP 化的 ，AI 可以各种角色的扮演，那你就不清楚这个 AI 到底是什么角色，那你需要有它的一些 IP 化的属性，你就很确定的知道它是一个跟你专注于聊天过程，让你开心的一个 AI。还是真正帮你解决问题，然后快速检索的一个 AI。